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3年，再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较量，发现魔高1尺，道高1丈。今年的春节档电影可谓是神仙打架，热辣滚烫第20条、飞驰人生2几部电影占据了所有榜单的热门话题。同时参演了热辣滚烫和第20条2部电影的雷佳音，无疑是男演员中的最大赢家。但女演员中的最大赢家，却并非是用减肥100斤席卷热搜、11天时间狂揽近30亿票房的贾玲，而是那个在第20条中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的赵丽颖。不知不觉当中，曾经那个被网友诟病只适合演电视剧不适合拍电影的大女主专业户，如今终于开始在电影行业发光发亮，展现自己百炼成金后的演技。说来也是凑巧，年初春节档跟第20条同台竞争的《飞驰人生2》中，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也友情出演了一个角色，同样不是主角，但这场机缘巧合下的较量，显然是赵丽颖全盘皆赢。距离当初轰动全网的离婚事件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，如今再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事业发展，才明白当年赵丽颖选择离婚的决定有多正确。沉默却震耳欲聋。出道至今，赵丽颖出演过很多作品，但最令观众们印象深刻的角色，还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大女主。赵丽颖的演技和气质显然都撑得起一部部大女主的戏，但在电影圈里，赵丽颖却始终掀不起什么水花。比如赵丽颖上一部参演的电影，还是上映于2018年的《西游记女儿国》，那部烂片口碑崩盘所带来的影响，险些葬送了赵丽颖的电影之路。但幸好眼光毒辣的张艺谋发现了赵丽颖身上的闪光点，他知道赵丽颖欠缺的绝非是演技，而是一个好的剧本，一方合适的舞台。于是在第20条中，一个褪去了以往所有光鲜亮丽、卑微可怜到了尘埃里的聋哑女人，就此应运而生。这个角色的诞生，注定将成为赵丽颖电影行业的转折点。想来在未来几年内，赵丽颖的工作重心或许将会朝着电影偏移。第20条中的赵丽颖可谓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，没有精致的妆造，有的只是发丝凌乱、衣衫不整，用尽全身力气打着手语，无声宣泄着内心委屈与痛苦的小人物。曾经很多人都说，一个角色的人设丰满程度不仅来自演技，还来自台词的魅力。但赵丽颖全篇下来没有一句台词，只是用眼神、表情以及手语动作，就将角色想传达给观众的情绪表现得字字血泪。沉默同样能够让人震耳欲聋。不仅仅只有演技，如果说电影中的表现只能说明赵丽颖是一个好演员，那么通过张艺谋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，就能知道赵丽颖的出色不仅仅表现在演技方面。因为在第20条最初的剧本当中，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并不是一个聋哑人，最后之所以会如此改动剧本，还是赵丽颖给张艺谋提出了建议。既然女儿有着听力障碍，那么母亲当然也可以有，如此属于角色的人设将变得更为丰满和形象，更能深入观众的内心，产生共情与共鸣。对于角色而言，这个建议是绝佳的主意，但对于赵丽颖自身来说，从普通人改动为无声的苦命人，这无疑对演技有着严苛的要求。但凡演技有任何不足之处，这个角色的具体形象就无法成立，一切的人物高光注定将变为空谈。幸好赵丽颖承受住了这巨大的压力，并且付出了成倍的努力，用尽所有的精力和能力，诠释演绎出了大荧屏上那个令无数观众动容的角色。从张艺谋采纳了赵丽颖的建议，改动了剧本开始，赵丽颖便沉浸在了无声的世界当中。在进入剧组之前，
赵丽颖便跟现实中的聋哑人家庭生活过一段时间，观察体验他们的一言一行，感受他们内心的情绪与自卑。因为之前没有过任何基础，手语只能跟着老师从零学起，用短暂的学习时间变成一个常年用手语沟通的聋哑人，其中的辛苦与困难不言而喻。在进入剧组之后，赵丽颖无论是在拍戏时，还是在中场休息时间，都变得沉默寡言，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角落，以至于张艺谋都产生了误会，以为赵丽颖不喜欢跟人交流。后来才发现赵丽颖早已将自己当成了真正的聋哑人。或许正是有着这样的努力与付出，电影中角色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才能给观众带来如此大的震撼。两条截然不同的路。在第20条中，赵丽颖的角色只是女3号，但注定这个角色将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经典代表。所有质疑她能力的人，只要在看过第20条后，一定会对赵丽颖有所改观。这次的电影春节档，赵丽颖无疑是所有上映电影里一众女演员中的最大赢家，而反观出现在《飞驰人生2》中的冯绍峰，就不禁有些耐人寻味。曾经的冯绍峰无疑是娱乐圈男明星里的人生赢家，家庭条件优越，有资源有背景，一进入娱乐圈便如鱼遇水。尤其是在拍摄了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之后，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当初跟赵丽颖结婚的消息爆出来后，网络社交平台的服务器都直接瘫痪了。而几年后，他们离婚的消息爆出，网络社交平台的服务器又再一次瘫痪，无数网友高呼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离婚所带来的舆论，给冯绍峰和赵丽颖两人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为了平息负面舆论，赵丽颖拼命工作拍戏，用努力和实力证明女人并不是只能依靠男人，她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的依靠。而相对而言，遭受舆论压力更小的冯绍峰却变得有些一蹶不振，事业逐渐从巅峰跌落低谷，从曾经的天之骄子沦为了如今的无人问津。有了差距，自然也有了比较，即便并非冯绍峰与赵丽颖的本意，但网友们却对这种较量乐此不疲。比如2022年时，赵丽颖的《风吹半夏》和冯绍峰的《星河长明》同时播出，间隔时间只有短短3天。最后结果显而易见，赵丽颖又有了一部精品佳作，而冯绍峰却成为了网友们嘲讽的对象，失去了年轻作为资本的冯绍峰，只是一个过了气的中年演员。如今再次同台较量，赵丽颖凭借一个女3号的角色，成为了年初春节档最大赢家，而冯绍峰只混到了一个友情参演。所谓的友情参演，就是零片酬，相当于只是来凑凑热闹露个脸。不过凭借冯绍峰如今的名气，估计想要争个主演的角色，或许都有些困难，毕竟观众不愿意买账，再好的交情也抵不过亏本买卖。结语：自从离婚之后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就走上了2条截然不同的路，这也导致了他们如今现状的差距。一个事业蒸蒸日上，显然还能更上一层楼，另一个不进反退，甚至沦落到无戏可拍的尴尬境遇。这不仅仅只是运气和市场所决定，而是个人的选择和努力换来的结果。如果连自己都不愿意为之付出和努力，再好的条件和资源都只能被白白浪费。如此看来，当初赵丽颖选择离婚，或许就是最正确的决定。